函馆演习到了第8天了，是史上最长的函馆演习。今天模拟敌军已经登陆了，上来了哦。以前都是滩头就给你歼灭了，现在上来了哦。那为什么现在变上来呢？不是我们要他上来，老美叫我们演习，他上来了。老美说你守不住了。老美以前觉得你守得住，你就打这滩头作战嘛，外海作战。现在老美说你守不住了，他要上来了。所以逼我们去搞城镇作战，所以不是我们愿意搞城镇作战了。老美是觉得说你将来非要搞到城镇去不可，所以现在叫模拟敌军登陆了。而且老美派了一堆人，派了400个人来啊，对不对？你作假，你乱搞，老美是看着这边亲自叫你这样科目，叫你这样做，叫你那样做。所以呢，陆军有一道长程部队纵深防卫演练，就是让搭上来，我拉纵深啊，就让你这个没有那么快占领啊。那另外呢，在中部战区。就纵深防御作战，而且呢，用城镇的厂房牵制共军。哦，昨天是公车都拿出来了，阻挡，阻挡。那今天是厂房来，因为中部有很多小的厂房，公司啊什么那种小厂啊，不是太大的厂，那也有规模大的厂，但有不少小厂啊在里面去啊。那另外呢，国军现在新的迷彩装出来了。哦，我说就什么特色？你看，你比较灰灰的，有没有？像那个水泥的那个颜色比较像，有没有？以前泥彩都是绿的，因为在草里面，现在不是啊，现在城镇啊，所以呢，它有一点伪装色啊，让你辨不出来我到底人呢还是，其实都辨得出来了。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怎么会辨不出来？但不管怎么样了，这种迷彩就是要跟着这个环境来改变哈，就像保护色一样哈。另外呢，说呢是汉光4校演习模拟直升机到松山机场了，不得了了。下了松山机场，那边淡水上来，这边松山机场，那就是这个中枢保卫战了啊。那宪兵陆战队啊，说位数拳头，火力压制。我就在想如果是老共的是直升机要中间，他怎么会直升机过来呢？他事先一定飞弹啊什么把你炸的制空权都拿到，直升机才会来嘛。直升机有什么武装？对，直升机有什么武装？直升机来的就要可能兵就要下来了，运兵要运下来了，运兵直升机哦，那前面一定已经把你肃清了，他才可能下来，他不可能直升机直接过来的啦哦。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的雄三增程型这个飞弹，最大射程400公里，是不是可以打到大陆去的哦？400公里哦。然后呢，海军是用陆用型监测无人机哦亮相，就是它这监测用的啊。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去听这个炮兵指挥官说明的时候呢，就看呢这边有一个21年的时候他们到美国受训的一个背章，就表示我们这个涉及爱国者3型跟美国这个学的啊，跟美国配合的啊，意思这样的啊。那另外呢，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现役的这个军人呢那说呢到高雄去考察而且呢又这种什么艾斯卡防御工事，像这种就这种艾斯卡防御工事就是防御你要打上来，先挡你一下了啊。那另外呢，王宏威就说台湾呢30年以上老屋超过500万户啊，所以真的现在打韧性战争，韧性的够不够？那房子能不能抵抗这个炮火啊？那另外呢，金门也在打仗这个滩岸有这个看没有这种炮火炮火连天所以在金门然后呢还有烈屿然后呢这个9大岛屿的这个作战那我们陆军最大的炮叫240炮，说这个240炮一打这个震撼全岛也没有了也许金门了震撼全岛，在台湾大概不会，就是哇这个炮哇威力很强那另外呢，金门有个花岗岩医院、花岗石医院，现在变成野战医院了。真的哪里战了？很多医院都要变野战医院。事实上，他们也在受这个训练。很多医生告诉我，他们医院现在都被要求演练打仗的时候怎么变成这个野战医院，血到底够不够，手术房够不够这个都很紧张那日本防卫白皮书出来了，说中国是最大的战略挑战那另外呢，《华盛顿邮报》说菲律宾也跟台湾正在悄悄的合作，怕老共打台湾，菲律宾也可能会受到连带的影响。我们看一下。6号一早，台中大甲附近，国军从云豹甲车上射击空包弹。汉湾演习第8天，第5作战区官兵演练纵深防御，模拟前线寻求更多火力支援。云豹8轮甲车展现快速运兵和炮塔能快速运转的高机动性，C-1战车也加入。云
与此同时，15号晚间，国军在松山机场执行反空机降操演。发言掩护我机动部署 V150甲车和云豹运载兵力打击陆战队66旅带上监视刺针和标枪飞弹。今年不少操演在城镇登场，国军前一天也释出狙击手身穿新的城市迷彩，说目前处于试行阶段。使用任何新的迷彩，还是要去看他使用的部队以及其他部队知不知道这个是我军使用的迷彩。可能在宣传还有在一些使用的一个普及度上面，还是需要再做一些讨论。这次汉光美方多名观察员来台，日前也观摩586旅防务操演，台美合作持续台面化。总统府透过 Flickr 主动释出，总统15号示导，大家都佩戴汉光4仪臂章，唯独跟总统讲解的官兵，他的臂章有我中华民国和美国国旗，写着2021 Taiwan USJLFX Tenacious Archer， 指的是2021年神剑操演，当时是我国第2次赴美实弹射击爱3飞弹。今年汉光本岛不实弹操演，这可以一个关线要给谁看清楚？无声胜有声。来，志浩远，我觉得这就像是我们不管做任何的演练都是这样子嘛。我们记得，以往我们只要说，如果中共有可能犯台的话，最重要的事情是台湾必须要自己能够撑过2周或者1个月，这个不管怎么样，总是有一个时间的 margin。那在这个时间 margin 里面，我们不知道所谓的共军进攻，那它会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你当然是。我们先不要说是不是美军逼着我们做，我们自己本身当然必须要去设想每个不同的 scenario。哦，剧本1可能是长这样，剧本2可能是长这样。那这一次我们就是看到说，其实你把这个城镇战可能的发生的都市游击战的这个可能性放在里面，确实也是迎合现在这个最新的军事科技的发展。你看乌克兰战争打了这3年以来，你看到了相当多，不论是无人机或是城镇战里面的这一种最新的军事科技在这里的演练。那我们当然是遇到这样的状况，在新的时代，我们当然也是需要把这些可能的这些版本、可能的这些剧本，当作是我们必须要去因应的这种它考验我们的国军的韧性的这个机会嘛。来。其实我觉得最近的社群里面看到最多的这个 po 文就是说，我看到哪里有装甲车啊，看到哪里有吉普车啊。我说真的，这个对于整个台湾社会来说，这确实是好的一个事情吗？我想刚刚不管是志豪议员提的，说真的我不大认同，就是说从小英到现在赖清德，我们从外海一直到沿岸，现在要到了城镇，那这个台湾的民众给了民进党那么多的时间去来治理整个中华民国、治理台湾，你却让整个台湾面临越来越这个兵凶战危的一个状态。所以刚刚不管所有的我们看到的画面，你看就是说，连这个松山机场我们都要演练些什么，然后呢，现在军车全部呢要在这个路上这个行走。虽然说对是演习没错，但是这样的演习确实对于台湾的民众是我们所要的嘛？对，我们必须要展现自我防卫的一个决心。但是呢，有没有想过说，不管是从演习到军购，到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方方面面，到底台湾的准备跟目标是什么？中国大陆从以前从国民政府退守到台湾到现在，从来没有放弃过要武力犯台的决心。所以说这个我们要面对什么中共方方面面，我想这个都是多余的。本来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图跟做法，只是说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自我防卫的提升。然后呢，借由两岸的沟通的交涉，让这样的一个紧张气氛降低，我觉得才是民进党政府这几年来一直要突破的。但是很遗憾的，这些年来从小英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他们所谓的具体的作为，反而是让台湾的民众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军用的这样的设施在路上行走。好，我们看看金门的火网来。战车 M60A3、M41D 与甲车 CM21、CM22夜间火炮齐发，震撼金门。烈屿 M1是240公里榴弹炮罕见夜间执行实弹射击，和迫击炮、机炮、火箭弹接力执行各阶段打击任务。经防部首度动员9大岛屿守备队3000名驻军同步实弹操演，演习规模堪称历年之最。隔天清晨，烈屿守备大队机部连运用 CM21甲车抢占地形要点，执行纵深阵地抵抗演练，以火力压制应对登陆的推进敌军。通通好，
总统也前往新北试导海锋大队，雄风反舰飞弹被部署在巴黎一带，首次对外曝光最大射程400公里的增程型雄3飞弹。但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出炉，示警共军屡次侵犯日本领空与领海，军演也包含海上封锁的台湾，借由灰色地带事态，让美军和日方难以介入，创造战略空窗期。日方这回罕见增加陆方篇幅，凸显对台海军事紧张有升温可能。那已经，现在大家不再强调那个什么艾斯科防御工事嘛，哈，那个它原本呢是坐在海边的哈，后来在这个伊拉克战争跟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呢，美国军方发现它很好用，它可以在这个反恐战争上面呢发挥用场哈，派上用场。可是那个是对于反恐战争它就是那个比较大的那个蛇笼这样去挡，就是小型的炮弹、迫击弹。在《青年日报》《青年日报》是我们军方的报纸，《青年日报》的一个专家的一个看法的时候，他分析了一大堆之后，他后面的一句话就是说，在俄乌战场上面，他就派不上用场啊，因为你是要到这种大的这个战争的直面型的时候，你那派不上用场嘛。就说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呢，就是美国在对赖清德的考试。他从这个蔡英文后期的时候到赖清德在赖清德的这个阶段，美国就为台湾呢打造了这个城镇战，这个是一个欧美这些国家一个巨大的阳谋，你知道吗？就说呢，他把台湾呢2400万的真的是军民同胞绑在一起，然后要跟这个岛屿呢共存亡，因为呢他们知道在现代的这个战争里面的时候呢，美国不可能派兵。北约不可能派兵，日本不可能派兵，他们都不会进入到这个区域来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之下，台湾呢你就自求多福吧。这些呢印太司令现役的这些军官，他们但凡有一点点的良心，看到台湾现在打这种城镇作战，打得起来吗？打不起来啊！你今天会叫你们的美国的任何的一个岛，关岛、夏威夷去打这种城镇战吗？不可能嘛！台湾没有地方可以逃我们我们的汉光演习，一切都是用最传统的科目来去想象，什么大陆，什么这边今天要到我们的台北市来了哈。然后什么这样子他是要怎么样下来啊？怎么样下来？我们的今天的什么战车啦、装甲车，你还要去跟他正面搏击？怎么搏击啊？他第一时间他就瘫痪我们的战管系统、指挥系统，我们的飞弹能够有400公里，你有400公里能够打到这个大陆那个地方，可你在第一时间的时候，你打得出去吗？你打不出去啊！其实真的很荒唐哈，就说我们今天呢，比如说我们用公车啦哈去挡，好，然后用这个什么艾斯卡什么防御工事去挡那种小型的迫击弹，这个炮弹，然后我们那天不是有个演习科目吗？我们还要去什么捍卫这个中央银行吗？这莫名其妙嘛！你今天如果说大陆真的要对台湾采取任何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话，他就瘫痪你的油电什么水的系统，你根本防御不起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民众呢，你们这是不要这开玩笑的哈！你们看这些所有的我们这些的炮弹、装甲车什么的，然后这个军人第一线的这个军人、后备军人上到这个战场里面去，他们现在出的任何的一点点的意外，这不是电动玩具这不是电动游戏死了一个人之后呢，你 reset 它可以重新回来，不会的。他那个炮弹，假设真的是大陆真的要对到动武的状况，到炮弹落在台湾的本土的上面啦，死的人呢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不分你是支不支持，不分你是不是支持我们的防卫韧性的啦。都一样啦，基本上就我也是觉得他那个什么艾斯卡、什么堡垒啦、公车啦，那个是不是骗人的啦？他真的上来了，你那个公车挡一挡，最多拖延他一下子而已嘛，对，你能怎样呢？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最重要一点就是老美叫我们打城镇战，因为他认为你2300人管你死多少，都跟关老美什么事？他不死就好了，你死你能阻挡老共，你能阻挡1天就1天，你能多阻挡1个小时1个小时嘛？最大的问题是你不能让他登陆了。一旦登陆台湾，这一共36000平方公里，3分之2是山，对不对？那边还是东部，这边西部，那个腹地是很少的，而且很短。你要登陆，你还搞什么鬼？你退无可退，不能登陆，绝对不能让他登陆，这是最重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最早台湾是说4个国家已经正在第一批谈判，我们其中之一。那搞了半天，越南也收到了，对不对？其他什么日本、韩国都收到，那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说呢，搞不好是好兆头，因为先收到的不见得好，所以呢，美国媒体说，印度、台湾、瑞士快协议进了。昨天还说我们会有一个所谓这个握手协议，什么叫握手？就是好，框架出来了。内容还没有，大陆也是，大陆现在也没内容啊，它就是一个框架、一个架构。通常2个国家要谈这种贸易谈判，谈很多年的啦。对，这锱铢必较，每一个东西在那边争过来争过去的，哪有可能在几个月里面全世界谈200个国家？不可能嘛！那我们的经贸办说，台湾跟美国初步约定下次咨询，而且呢，我们就算收到信。也不代表是最终的税率，还要谈啦，这点是川普也自己讲了，信是我告诉你我要的条件，那你有什么意见来说吧，那另外呢，我们对因为原来是给我们32%嘛，会不会高于32%？我们一般认为是不会啦，因为干嘛台湾都那么高了，汇率已经都升了13-14%了嘛，那之前有人说是10到15，有人说15到20，那就被问到这个外交部说被问到会不会高于32%，外交部连这都不敢预测。他说呢，不预测。他说因为呢，外交部透过所有管道了解掌握双边谈判的进度，但是呢也不敢讲乐观不乐观，因为川普你真的不知道会怎样到底会怎样也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了我这研判，如果到现在为止应该不是什么太好了，如果是非常好为了烧这个大罢免，早就讲出来了。我们现在不得了了，我们比韩国好，比日本好，为什么不讲？通通不讲。郑丽君下了机场，记者在机场堵他，问他说：“谈得怎样？你总要讲一些吧？”谢谢，不讲。前天行政院开这个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那就是要讨论要不要继续护盘。主任委员是谁？是郑丽君，行政院副院长也不参加。为什么？也怕被问啊？人家委员问你说到底怎么样？我们都要不要继续护盘啊？股市不影响，他干脆不去，不去，继续护，但是我不去。所以呢，如果真的好的话，这个讲告诉我们嘛。我说到底是内容怎么样？日本、韩国之前也都有讲啊，大家也都知道啊。美国要求日本稻米让我去卖，汽车让我去卖，都讲了这不是什么秘密啊。但是我们都不肯讲所以到底怎么样？如果真的好，还是我们一直跟他讲，算726以后再说了反正你是8月1号是你的这个开始实施新关税，这段时间先不要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谈的，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点消息都没有。赖总统下个月要去访问巴拉圭，是我们的友邦那另外呢说有可能。总统过境的时候会宣布买美国波音客机等等，但问题来了，华航其实已经订了波音客机，还交不了货波音做不出来啊。对，所以你就买了，因为华航一直很想把很多旧的飞机赶快换新的，交不出货，就跟我们军备，我们买了200亿，货钱都给了，到现在为止武器也没来一直说我们台湾多重要，一直说我们要站在第一线，那武器我们钱都给你了，武器还不来。那另外呢，这个基隆立委林佩长说，说呢，这个可能会美国，也许你想要过纽约，美国也许会趁机给你勒索要求了那我们可能呢也不能阻挡为了要过境纽约，过境纽约是有很大的意义啊。如果说媒体有说嘛，如果赖清德去过境纽约，就表示美国认同他了，认为这可以了不怀疑他了，不依赖了所以呢，纽约能不能去成是蛮重要的。回来的 Dallas 我觉得还好。纽约是因为纽约离华盛顿很近了嘛，离华盛顿 DC 嘛那但是呢，也许美国就趁机给你要求了，我要这个，你同不同意嘛那另外呢，这个华航现在说赚再多钱都不够买飞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为了总统的过境的规格要过境的规格，那就华航只好去买飞机啦，买波音啦那另外呢，
川普是最大的变数。现在没有人敢讲，因为川普到底怎么样，点头不点头，谁也不知道。我认为，包括他的旁边的这个重臣们也不见得知道哦。那大陆当然这个行礼如仪，反对哦，你们去访问都反对哦，他不可能赞成嘛，你们不要以某谋独哦，这不可以哦。那美国是说呢，我们会秉持安全、舒适、便利、尊严4大原则，一向子美国也都这样讲了哈。那以前呢，这个蔡英文到瓜地马拉跟贝里斯的时候呢，那是有到纽约、洛杉矶，但是呢，他到马塞尔帛琉的时候呢，是夏威夷关岛，看那个位置也有关系，看你到底哪里去，哪里比较近，是不是一定要过境它了，都有可能了哈。那当然，这个赖清德会怎么样，现在不知道，我们看一下。那目前已经初步约定了下一次的实体谈判的时程。上周六才返台的关税谈判团，2周内将再出发。现在有没有收到信函，都不代表我们现在跟美国谈判的这个进展的情况。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实际上台美的谈判团队双方都是肯认我们谈判是有进展的。谈判进度，相关人员扫视回应，只是这最后筹码是否也包括买飞机？因为美方最新公布的对印尼关税是19%，其中项条件就是购买50架波音飞机。巧的是，现在也传出总统若8月出访，将在美宣布购买新飞机。让美大规模采购民航客机是否已经确定？是不是还有新的采购案？我想这个还是在双方的谈判的过程哦。那么我们不便这个对外透露。这是在证实传言非空穴来风吗？但华航上个月才宣布要买13架飞机，短短1个多月还有余力买新机。对此，华航暂无回应。而对于总统可能的出访过境，国台办再次抢杀。正告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枉费心机，注定失败。希望有关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认清形势，慎重处理涉台问题，早日加入中拉友好合作的大家庭。对岸不意外的想拉帮结派，孤立台湾。他也不管你啊！来，这那个巴拉圭总统是在这个接见那个林佳龙的时候，顺势提到说赖清德在8月的时候会访问巴拉圭，所以外交部才顺势来说，那可能在8月的时候呢，我们赖总统会去拜访这个中南美洲，如果有时间的话，有机会会顺道访问的瓜地马拉跟贝里斯。那这样子的中南美洲的行程，其实是 cover 过去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啊。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他会从美国哪个地方入境，哪个地方去出境。那纽约绝对是一个指标嘛，因为纽约不仅是华人最大的集散，就像刚刚赵大哥所提到，距离DC也很近，那就它就是一个美国可不可以接受这样一个这个总统过境的里面，美国对他的一个接受的一个态度。那目前为止哈，其实昨天在参加这个 AIT 高雄的这样子的一个庆祝美国国庆，因为是延后，台邦关系延后，稍微问了一下，美国对这件事情是三缄其口，他也不太去做对外的一个发言，因为呢，我相信他们是的确还没有去适度的掌握到底是不是有办法在过境这个纽约，甚至他们今天传出来的 Dallas， 那大家当然就会想到，就说是不是要买飞机？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有可能，特别在关税时间啊，每个刚刚特别讨论，我们蓝委之间彼此也都在讨论，到底我们的关税会是如何。不过我们就要提醒啊，像今天卢秀燕也特别提醒，因为他们都闻到的风向了。即使你关税告诉我们是20-18，好像低于韩国、日本的24-25，但是大家都会忘记的，旁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到底松口了哪一些，我们到底让利的什么东西？这个汇率已经是13%-14%了。那你如果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像是波音的30架、50架，或者是其他我们的这个天然页岩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这些他们当加进去，不能只是宣传到18、20或是22。我们很担心，在这个726之前，民众因为一时不察，只被这个数字给蒙蔽了。那这个对于台美之间的关系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它是会很严重的一个误判的。但我只是认为说，当大家讨论到赖总统要去中南美洲访问的时候，都把焦点放在过境美国哪个地方，这个对我们友邦是不太公平，也不太有礼貌的。那我们每一次都不管我们到底拜访了什么，他去到那边做了什么事情，跟乌拉圭总统到底谈了什么事情，根本没有人 care 的。每个人只 care 说他这整个当中到底跟美国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交易，然后我们到底如何？那中共有这些反应，我们当然是认为理所当然。特别是现在习近平跟川普之间可能有机会要见面，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税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做谈判。那这个时候，如果美国贸然的去告诉你说他可以过境
这个纽约或者是达拉斯，我觉得美国目前为止应该不至于这么样明确来做表达，所以你看看，它完全是一个官方的说法。总而言之，在未来2-3个礼拜当中，都会是台美关系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不管是日期，或者是关税的数字，还是赖总统的过境，都会是我们认为未来赖总统是否能够被美国所接受的一个重要的3大关键。徐小姐回来。